3年前，几人来到广西9吨天窗进行洞穴潜水，结果有2人下去后再也没有出来。随后，一场搜救行动就此展开。搜救队由被誉为中国潜水第一人的韩挺带领，他们都以为很快就能找到人，结果谁也没想到竟会如此艰难，因为他们在洞内找了1周，也没有发现2人的踪影。他们去哪儿了？难道已经被地下河水冲到了别处？又或者是坠向了300多米深的未知区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926 9吨天窗洞潜事件。韩挺主导的这起搜救行动，我觉得其艰难程度远比拍成纪录片的挪威普鲁拉洞事件要大，甚至可以说不亚于泰国洞穴救援事件。9吨天窗位于广西都安县大兴乡，之前我已经专门做过一期，也就是2014年王涛在这里洞潜时遇难的事。从表面看，它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湖，但下方却隐藏着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深的洞穴。水下珠穆朗玛峰的称谓也是来源于此。洞内的水非常纯净，能见度也很高，因此这里在吸引众多游客的同时，还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洞潜爱好者们。这个水下洞穴的深度具体是多少，目前还不清楚。现在大家看到的剖面图也是韩挺手绘出来的。从图上可以看出，9吨天窗洞穴共分北洞和南洞2个出入口。洞潜爱好者们一般都是从北洞进入，在水下21米和50米处均有一个平台空间。51米这里也是我之前讲过的那期王涛的遗骸被发现的位置。再往下到110米左右，南北通道汇聚到一起，这个空间也比较大。但从164米开始，又变成了一条狭窄的竖井。215米时再次变宽，通道也暂时分为了2条，之后再次相连。下方可能是一个中型结构，那里具体是什么样的，目前也不清楚。2021年9月26日，3名洞潜爱好者驱车来到这里，他们分别是董洁、龚子维与阿怪。3人在潜水这块有着共同的导师，也就是绰号老毛的韩挺。关于韩挺，我之后的视频里再讲如果你不了解他，这里只需要知道他是中国潜水界的大佬。几个月前，他也刚刚在这里创造了234米的中国洞潜纪录。这天早上风和日丽，气温30多度，非常适合潜水。3人的计划是，董洁与子维先下潜至120米处，然后再返回60米处，与在这里负责支援的阿怪会合，然后3人一起减压上浮。做完准备后，董洁与子维按计划潜入水中，大概10分钟后，阿怪也开始入水。他在第15分钟来到水下60米处，这里是3人约好的汇合点。按照计划，5分钟后，董洁与子维就应该回到这里了，可阿怪却始终没有看到他俩，水里甚至连气泡都没有。因为阿怪的气体并不足以让他在这里长待，所以到达等候极限时，阿怪不得不开始上升。在水下50米的气瓶旁，他放置了线标，如果2人回到这里看见的话，就能知道他已经上去了。之后，阿怪开始按步骤减压升水，他在减压期间依然没有看到2人上来。阿怪已经察觉到情况不对，所以他回到水面后立刻向潜水中心求助。在等待其他人赶来时，阿怪又2次进入水中寻找，可他发现减压点的气瓶没有被动过的痕迹，他确认2人肯定出事了，于是他一上岸就报了警，同时也开始在潜水圈寻求支援。当时韩挺还在南海的科考船上工作，当他得知自己的学员兼好友出事后，心急如焚，他马上联系渔船把自己送到海南岛，然后准备从那里乘飞机赶过去。同一时刻，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洞穴潜水员也立刻订机票过去支援。警方是最先赶到的，他们立刻就封锁了现场。可之后如何救援却成了难题，因为董洁与子维的目的地是水下120米处，当时整个中国能在这个深度搜救的人不超过5个。大家注意能潜到这个深度，并不代表就能在这个深度进行搜救作业，两者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当天晚上，洞潜大佬海涛率先从南宁赶到都安。此时距离董洁2人失踪已经7个多小时了，人肯定早就不行了。但海涛还是想立刻下水救援，可为了避免次生事故出现，警方已经封锁现场，禁止当天下水。第二天，也就是9月27日，海涛与阿怪开始了第一次搜救，区域为北洞水下50米处的一个平台。2014年，王涛遇难后就是飘到了这里，可他们下去搜寻2次都一无所获。大概晚上9点时，韩挺终于到达都安，韩挺立刻成了搜救队的核心与领导者。来自全国各地的潜水员也陆续赶到，因为大家都经过了1天的舟车劳顿，时间也非常晚了，所以他们决定第2天再展开救援。9月28日早上7点半，众人集合之后，韩挺与海涛从北洞下水开始搜寻。因为当时海涛还不具备100米以下搜救作业的能力，所以当到达100米时，他们兵分2路，海涛在100到50米之间搜寻，韩挺则继续往下，在100到120米之间找。为了防止意外出现，搜救队在60米、40米和9米处还安排了支援潜水员协助。
可两人搜索一圈后没有任何发现，因为深度太大，他们下去搜索可能只有几分钟，但减压时间却要3个多小时，所以等他们出来时，1个上午已经过去了。下午，另一组人接力从南洞下水搜寻。虽然董洁两人并没有前往南洞一侧的规划，但在漆黑的水下，他们还是有可能迷路，或者是错跟引导线跑到南边，所以还是要找一下的。因为前往南洞的潜水员搜救能力只有60米，所以他们主要就在70到30米之间寻找，再往下头灯就照不到了。但跟北洞一样，这边也是没有任何发现。9月29日搜寻继续，下水的依然是韩挺与海涛。他们这天的计划是，韩挺从南洞下水，然后搜索中间的连接区域，最后从北洞出来。韩挺把南洞通道又搜了一遍后，就开始在相连的中间区域寻找。当时他们的地图还不是我们看到这个，中间这块对于韩挺来说也不熟悉，那儿的结构非常复杂，里面有多少穹顶暗道他们也不清楚。海涛从北洞下去，他在90米左右的地方为韩挺做灯光指引，但韩挺找了一会儿没有任何收获。这次搜索的区域更大，时间也更长，韩挺从进去到出来差不多用了4个多小时，而且当时的水温只有21度，在水中泡了那么久，以至于两人上来时都被冻得瑟瑟发抖，他们的体力也基本上被消耗殆尽，所以为了安全考虑，救援队决定休息1天。9月30日，搜救队开始重新制定计划，因为找了2天都没找到人，他们开始怀疑两人是否偏离主线进入了其他区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需要再次搜索中间的位置，又或者是两人因为淡麻醉昏迷坠入了底部的未知空间。因为韩挺知道两人中紫薇对淡醉比较敏感，所以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是如果他们真落到洞穴底部，那就麻烦了，因为别说韩挺，整个世界都没有人能到那里搜寻。当时有不少机器人商家表示，他们愿意提供机器人供搜救使用，但救援队告诉他们，机器人很有可能一去不复返，而一台水下机器人的价格差不多就要100万以上，遗失的话成本太高，所以商家们只得退出。10月1日，国庆节第1天，也是董洁两人失踪的第6天，依然是韩挺和海涛搜寻，其他潜水员提供支援，搜索的区域为水下120米。为啥还去这里呢？因为董洁曾经说过，他在120米处发现了一个悬空的小平台，并且他由此产生了一个想法，在这个平台上搭建一个太空舱式的建筑模型。董洁还给他们看过那个平台的视频，所以大家想，董洁会不会又去那个平台了？可问题是，尽管有视频，但这个平台在哪里，只有董洁自己清楚。韩挺只知道平台的位置在120米深，且离开主线约1分钟的潜水行程。我们从剖面图上看，这里似乎不大，事实上这片区域非常宽广，尤其是北侧的缓坡，想把这里仔细搜完，没有10分钟可能都不够。而在这个深度，潜水员是不可能待那么久的，因为时间久出问题的几率大不说，减压时长也会成倍增加。所以韩挺只是快速的找了一下，他依然没有找到两人，但是却拍到了一处平台。可出来后跟董洁的视频一对比，发现2个平台并不一样。10月2日，经过连续多日的大深度潜水后，海涛出现了减压病症状，因此这天他只待在水下9米。他一边吸氧治疗，一边为韩挺提供支援，所以这天也只有韩挺一人下去寻找了。原计划是他再次下潜到120米，快速找一圈，如果还是没有找到那个平台，那他就上浮减压。结果确实没有找到，于是韩挺就准备上升。当他上升到90多米时，他注意到中间区域有一个浅洞，从旁边看很像是一个屋檐，因为凹洞太浅，不像是能藏人的地方，所以他们之前就没有仔细查看。但路过时，韩挺突然决定再过去看一下。等他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个浅洞里面竟然还隐藏着一个通道，于是他就翻过去，并顺着一个坡道一路往上游。当他来到92米的深度时，忽然发现了一具遗骸。韩挺仔细辨认后发现，这正是失踪了6天的董洁。董洁是韩挺的徒弟，同时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韩挺俱乐部的好友曾这样形容两人，他们除了内裤没有一起穿外，几乎形影不离。但此刻韩挺看到的却是好友的尸体。经过1周的浸泡后，遗体已经出现了巨大变化，但韩挺还是把他从岔洞内带了出来。在上升的过程中，我们无法想象他的心情是怎样的，因为随着压强的逐渐降低，遗骸很有可能也会发生变化。对于这点，加拿大著名洞穴潜水员吉尔海涅什曾经在他的传记《进入地心》中做过描述。那时他也是打捞自己潜伴的遗体，他说肉从他的嘴里流出来，这是我们把他拖上洞穴时压力骤减的结果。他的面部浮肿而臃胀，嘴唇向外撅着，他的身体内部成了一个空壳。如果我不能控制上升的过程，等浮出水面时，可能我们失去的人体组织会比留下的更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可怕。从岔洞出来后，韩挺拖着好友的遗体慢慢上升到了60米处，他把董洁交给在此停留的支援潜水员，然后韩挺开始了自己的减压程序，而支援潜水员把董洁放在了50米处的平台上，
因为接下来他们还要等法医过来做进一步处理。经过几个小时的减压后，韩挺终于浮出水面，但他还不能休息，因为整个搜寻工作才进行了一半，董洁还没有被打捞上来，紫薇也依然没有找到。10月3日，这天是董洁与紫薇出事的第7天。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头七是逝者回到人间并向亲人告别的日子。因为紫薇还没有被找到，所以这天他的亲友们都来到湖边祭拜，并呼唤他能早日回家。照片中，他们都向上伸出拇指，这是潜水员在水下交流时的手语之一。亲友们这样做也是在呼唤紫薇早日升水回家。这天晚上，刚恢复体力的韩挺再次潜入水中，他先来到水下50米处，经过近1天的减压后，董洁的遗体已经能适应较低的压强，身体组织应该也不会出现大的变化了。他把董洁转移到50米空间的洞口，并把他身上的绳子和潜水装备脱去，然后另外2名潜水员带着遗骸上升到40米处。为了以防万一，法医也在这时潜入水中，他为遗骸进行穿刺并释放里面的气体。毕竟已经浸泡1周，各种身体组织已经变得非常脆弱，直接带出水面的话，遗骸仍有可能因为压强骤降爆开。总之，为了尽可能的保证遗体完整，整个打捞过程极为漫长，极为繁琐。直到当天深夜，董洁才被正式带出水面。但也因为给遗体做了穿刺，9吨天窗北洞的水已经受到污染，法医要求必须静置24小时才能下去，而且还要对所有参与的潜水员和设备进行消毒工作，所以当天也就没有再继续寻找紫薇了。10月4日，紫薇失踪的第9天，在等待水体自我净化的同时，以韩挺和海涛为主的救援队也没有停下来。上午时，他们导出并分析了董洁的潜水电脑数据。下午时，众人又赶到湖边，尽管法医要求的24小时还没有过去，但韩挺、海涛他们已经等不及了。既然北洞不能进，那就从南洞下去找吧。几名潜水员再次下水，他们先是在南洞的主通道搜寻，尤其是40到70米之间。虽然之前已经搜过这里，但考虑到董洁被发现的位置以及这一段也有不少车多，所以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又找了一遍，结果是没有。之后，韩挺沿着南洞又一路下潜到了115米，还是一无所获。因为时间已经太晚，这天的搜寻也就此结束。10月5日，搜索紫薇的行动暂停1天，救援队员们前往河池市的殡仪馆参加了董洁的追悼会。10月6日，紫薇失踪的第11天，救援队再次开会讨论。大家认为董洁和紫薇在潜水时不太可能会放弃彼此，所以紫薇最后的位置应该离董洁不远，也就是说那个岔洞可能并没有到尽头，紫薇应该就在岔洞的深处。于是韩挺和海涛再次潜入水中，因为岔洞的深度没有超过100米，所以这次海涛跟韩挺一起进入了岔洞。他们很快来到了发现董洁的位置，两人确定了一下深度为水下96米，然后他们开始观察周围，结果发现前面还有一个上坡，而且还看到了董洁在这里打的绳结，斜坡上也有明显的下坠摩擦痕迹，这说明董洁应该是从斜坡上方落下来的。这样的话，紫薇很可能就在斜坡上方。于是两人顺着痕迹一路往上找去，果然他们在89米处发现了紫薇。结合董洁的潜水电脑数据推测，两人要么是误入了这里，要么就是刻意到这里进行探索，但不知为何双双遇难。因为韩挺与海涛的气体已经所剩不多，所以这天已经来不及把紫薇移出来了。几个小时后，两人完成减压，浮出水面。10月7日，国庆节的最后一天，也就是事故发生的第12天。经过1个上午的准备后，打捞紫薇遗骸的行动正式开始。步骤跟打捞董洁时一样，也是先转移到51米做初步减压，脱去他的潜水装备，然后再移到40米处，让法医下来做穿刺放气，等遗骸稳定下来后再带上岸。到此，这场耗时10天的搜索行动也终于结束。对于前半董洁的死，韩挺在采访时说，世上总有猝不及防的再见和毫不留情的散场。这样的话，不知是宽慰董洁的亲友，还是他早已对自己的结局有了预见。因为就在董洁去世的2年后，也就是2023年10月7日晚上，跟董洁两人遇难的时间点差不多，韩挺也不幸在9吨天窗遇难。他当时要去的位置也是水下120米，也因为这个深度太深，以至于竟没有人能够下去打捞。就像一篇报道里说的那样，当好友遇难时，只有他有能力把好友带回家，可当他自己遭遇不测时，就没有人能到那个深度把他带上来。韩挺的遇难并不是网传的因为练习，他更不是独自一人下去，这种洞潜当然是有潜伴的，我后面会再开一期专门讲解。最后说下这董洁和紫薇事故的原因，我在网上并没有查到确切的事故报告，只在一篇对阿怪的采访中看到了一些说法。阿怪也就是跟董洁和紫薇一起潜水的那位，据他回忆，遗体被打捞上来后，他们分析了两人的潜水电脑数据，还检测了他们的潜水装备，然后推测董洁和紫薇在下潜至120米深时，其中一人的装备突然出现了故障，然后另一人过去施救，结果在上升时两人误入了那条未知的岔洞。
然后不幸双双遇难。当时他们距离阿怪只有30米左右。至于潜水装备究竟出了什么故障，他们是如何进入那条岔洞的，以及最后2人又因何而死，都没有更多信息。但洞潜中出事的话，原因基本也就那么几个，要么是熬到气体耗尽也没能出去，要么是设备故障无法呼吸，又或者是他们出现了淡麻醉，或者是二氧化碳中毒这些。真相是什么？因为信息太少，这里就不过多猜测了。好了，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